你好，我是阿里。我们今天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一就是狗狗币的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利好，但是呢没有能够带动狗狗币这个价格的上涨，这是为什么呢？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史币还有戏吗？第三就是如果比特币今年能够出现高点，将会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出现？好，那么我们直接就步入正题啊。第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在这个油管的直播的时候啊，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利好。那么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狗狗币基金会的这个开发人员，他在这个特斯拉的网站上发现了一个 Java 的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呢出现了狗狗币这个词呢，关键词出现了32次，而且呢这个文件呢它并不是之前就存在的，而是4月10号刚刚加上去的。那么昨天我直播的时候啊。说这个可以猜测呢，可能就是这个特斯拉呢正在用狗狗币，做这个狗狗币去购买汽车的这么一个通道啊。那么如果将来能够确认这个消息是真实的话，将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利好。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啊。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天之前，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呢，没想到这个中文媒体，不管是这个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啊，都没有去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利好呢，就是狗狗币呢可以用星链以广播信号的形式进行离线支付。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技术突破。我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呢是区块链技术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呢？那么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在最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基于网络进行转账的，包括现在也是啊。那么因为转账呢是需要这个节点的确认啊，那么大家如果你在链上进行过转账交易的话，那么你应该会看到过需要多少个网络确认。那么这些网络确认呢，就是网络节点的确认。全部走完了之后呢，转账才能通过。但是呢，这个网络确认当然是离不开网络的呢。也可以说没有网络，或者是说万一有一天，真的是没有网络了不是那种暂时性的断网，是后面可能很久都不会出现网络。当然，这种万一发生的这个概率呢非常低啊，几乎就是世界末日般的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但是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手里面的币怎么办啊？一旦没有了网络，所有的币的这个记账呢就会被迫停止无法进行同步。全球都是一样子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是无法进行交易了。而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这个狗狗币的价值了，因为这个狗狗币可以用无线电的信号进行同步记账，所以即便是没有这个网络对狗狗币的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明白大家可以在这个留言区讨论一波我相信听懂了的朋友一定能理解这对于狗狗币未来的发展甚至是说比特币或者是区块链的发展是有多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但是没有体现在价格上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技术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用处那么也有可能只有 Elon Musk 自己才知道。那么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这个地球会毁灭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他想用无线电的信号呢，从地球上到火星上进行这种转账，进行这种确认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好，那么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个史币今年还有戏吗？昨天这个美国的交易所 Robinhood 上线了这个史币那么这也是我去年下半年最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后来这个 Robinhood 并没有及时的上线史币可能是因为由于一些技术的这个原因吧，总之是推迟了半年之久，而且这个上线的首日史币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并稳住。我们看到史币在上线的时候短时间内上冲了30%，然后就回落了。那么说明 Robinhood 上面的这个交易者并没有为之心动或者是为了去买这个史币而去 Robinhood 进行开户并没有这么去做。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史币呢已经在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交易所都上了一个遍了，对吧？那么 Robinhood 应该是倒数第一个了，所以既没有人气也没有流量其实人气和流量呢是同一回事总之吧，这个史币呢并没有重新吸引住大家的眼球，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史币的这个创始人团队已经出去做别的项目了那么史币剩下来的开发人员和宣传人员目前呢也无法以一种全新的这个面貌让史币再次成为流量之王。但是呢，据说最近有大鲸鱼呢正在大量的买入史币不知道这个大鲸鱼到底是这个 Robinhood 还是这个有别的大户在买进如果说史币想再次吸引大家的眼球将这个注意力拉回来的话，那么必须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利好。那么史币跟狗狗币还不一样，那么狗狗币呢它是有 Musk 这个
顶流的亲爹的加持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喊单啊、拉盘呀、甚至是一些实质性利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用狗狗币支付来买特斯拉的汽车啊，或者是进行这个从地球上到火星上这种转账啊，这都是伊隆马斯克的支持与他的支持是离不开的。而且呢，目前这个市面上有一堆的这种各种狗的概念啊，狗王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代币的这个币啊，那么也是将这个流量啊吸引的这个一干二净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比特币如果今年还有一个牛市高点的话，会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进行呈现啊？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要知道最近比特币啊为什么涨几天呢就再跌回去？那么这个跟那个美国的加息缩表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昨天这个美国公布了 CPI 的数据是高达8.5%啊，再次爆表，是创了41年来的新高。那么我们先不说 CPI 爆表意味着这个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更大，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5%的这个通胀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老百姓手里面的钱很明显就是在快速的贬值，而且呢，根据我在美国的观察，只要不是太傻的这个美国人啊，他都已经意识到这个物价在飞涨了，各个超市都在涨价。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相对的啊。那么物品呢，还是那个物品啊，比如说这个你要买的牛肉还是那个牛肉，你要买的鸡蛋还是这个鸡蛋，只是手里面的美元不值钱了。那么政府啊，或者是这个美联储啊，能不能控制得住这个通货膨胀呢？答案是不能啊。那么美联储加息缩表呢，只会是抑制住这个涨幅啊，让这个涨幅速度降低，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恶性通胀的问题。而且呢，加息缩表呢是对经济的打击啊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搞不好这么一来会引发一个全球性的这个金融危机。那么这样的场面，我想任何人都不想经历一次了。但是呢，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黑天鹅的事件呢，从来就是无法预测、无法这个推测的。一旦出现这样的金融危机，那么收益最大的会是什么样子的投资产品呢？那么我想，除了黄金之外呢，一定就是比特币了。到时候啊，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用这个美元去衡量比特币的价格了。那么你只能啊，这个用比特币来衡量商品的价格啊。那么2008年啊，美国人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金融危机了。那么很多人的这个风险意识啊，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那么我们再看这篇文章做的这一个统计啊，那么61%的美国人会考虑买加密货币。那么这个数据呢还会继续攀升。加密货币在美国的流行呢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啊，就连我们公司这个最基层的工人啊，他们也都知道比特币和狗狗币啊，但是呢，这个大批量的人去买比特币的这种情景还没有出现。啊，因为呢是热度还不够。那么我猜测呢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所有的酝酿都会成熟。那么在这个节点出现的时候啊，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都会争先恐后的去买比特币。那么这个节点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特斯拉宣布啊再次支持比特币去购买汽车？还是这个美国政府的议员或者是政府层面开始宣传比特币的好处，那么我们都无法知道，只能拭目以待。那么当然了，这些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这个推测啊。那么全网络也没有第二个人会这么说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他们在抄袭我。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出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比特币会上20万美元，或者是更高。当然了，我刚刚也说了，一旦到那个时候啊，你不能用美元去衡量比特币的价格了。那么我们到时候啊，可以用这个狗狗币或者其他的币来进行换算比特币的这个价格。当然了，如果比特币啊它涨到那个点数了，那个狗狗币肯定也会水涨船高，跟着一起往上涨。好，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公布一下我会员群的这个服务内容啊。很多人不服气，凭什么何德何能去开这个会员群呢？啊，大家可能在优管上也都看到了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啊，那么阿里会员群会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啊？第一个服务呢，就是群内会提供这个潜力币啊，比如这是10倍币的推荐啊，有一些买卖点的这个介绍。那么第二个就是会手把手教大家呢去怎么去选这种潜力币。那么第三呢，就是会有项目方空投和一些白名单的投放啊。那么目前呢，我正在跟一个欧洲的项目啊进行谈这个空投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免费咨询美国移民服务啊。我希望大家跟着我，如果能赚到大钱了啊，那么能够多一本护照啊，也是多一个选择。那么这是阿里呢目前最高级别的这个服务会员服务了啊。以后如果有别的内容呢，还会继续补充啊。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
还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会员服务给大家。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内容了啊，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关注，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